是宠物，但其实它可能是你前世最放不下的亲人。我今天这支影片或许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甚至解开你心中多年的枷锁。你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茫茫的猫海、狗海之中，在那么多流浪的生命里，它偏偏走向了你？为什么有时候当你在夜里安静地看着它的眼睛，你会有一种错觉，觉得那双清澈的眼眸里似乎住着一个老灵魂，甚至它的一个动作，一个撒娇的眼神，会让你在恍惚之间想起某个已经故去或者久未联系的故人。大部分的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笑着说，哎呀，这就是缘分啦，这毛孩子肯定是来报恩的。但今天我想请你先暂时放下这个理所当然的念头。在佛法的深邃智慧里，这份看似偶然的相遇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横跨了百千万劫的惊人秘密。佛家常说，一切有情皆有宿债。你家那只整天黏着你，让你牵肠挂肚的毛孩子，真的只是纯粹的可爱吗？还是说它其实是带着前世未了的恩怨，跨越了生死的界限，专程来找你的呢？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真实发生在天台山国清寺的奇特公案。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古玩店老板和一只小橘猫的故事，更是一个能解开你生命中种种情执与牵绊的深刻开示。如果你家里也有养宠物，或者你心里一直放不下某个已经离开的人，请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因为接下来的答案或许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甚至能解开你心中的枷锁。在进入今天的主线故事之前，我们先来聊聊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底层逻辑。在我们一般的认知里，人就是人，猫狗就是猫狗，这是两条平行的线。但是在佛陀的浩瀚智慧中，生命的运作却不是这样简单的二分法。佛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叫做六道轮回。什么是六道轮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无边无际的巨大舞台，而我们所有的生命都在这个舞台上不断地换着戏服。今天你穿上了人的戏服，有了人类的躯壳，明天如果业力牵引，你可能就会换上畜生的戏服，变成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猫。但是戏服虽然换了，里面的灵魂却还是同一个。这就是佛家常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也就是说，人与动物在灵性的本质上其实是平等的，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么既然大家都在轮回，为什么有些生命会以宠物的姿态降临在你的生命里呢？这就又要提到一个非常深刻的比喻。请你想象一下，我们每个人从无始劫以来，身上都带着一本看不见的感情账本。这本账本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你生生世世与其他生命的互动。你曾经借过谁一把伞？你曾经伤过谁的心？你曾经受过谁的恩惠？又或者你曾经对谁有过深深的执着与放不下？这一切，无论是恩、是怨、是情、是仇，通通都会被记在这本账本里。我们称之为业力。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会消亡，金钱会留下，但是这本感情账本你是要随身带走的。佛教典籍《大藏经·业报差别经》中有着非常明确的记载。经文里说，有些生命之所以会投生为猫、为狗、为宠物，很多时候是因为前世的恩怨还没有了结，也就是说，他们是专程为了这本感情账本而来的。这里面通常分为3种情况。第一种是来讨债的，前世你可能亏欠了他，所以今生他变成宠物，让你替他清猫砂、把屎把尿，花大把的医药费，让你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以此来偿还前世的亏欠。第二种是来报恩的，
前世你救过他，对他有恩，所以他今生来到你身边，用无条件的陪伴，用可爱的模样来抚慰你的孤独，为你带来欢乐。但最让人唏嘘，也最难以察觉的是第三种，来了断情债与偿还抚育之恩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前世可能跟你不是仇人，也不是陌生人，而是你最亲密、最放不下的至亲骨肉。因为临终前那一念深深的牵挂与执着，让他们舍不得离开你，宁愿放弃转生为人的机会，披上畜生的皮毛，也要回到你身边，继续看着你，守护你。你以为你在养猫、养狗，其实你可能是在照顾你前世的父母、兄弟或是伴侣。你每一天的恩养，每一声温柔的呼唤，表面上看是爱，但在无形之中，却也可能正在结下新的因果网，让这本账本越写越厚，永远没有结清的一天。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甚至心里会有些发毛。别急，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发生在寺庙的真实公案。这个故事正是一段关于越界的爱与深沉执着的轮回纪实。听完这个故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佛陀总是劝我们要放下。在城里有一位经营古玩店的老板，名叫林守仁。林老板平时为人厚道，乐善好施，街坊邻居都很敬重他。就在几个月前的一个雨夜，他下班关了店门，撑着伞准备回家。刚走到巷口，就听到一阵微弱的叫声。他低头一看，屋檐下蜷缩着一只浑身湿透的小橘猫，正瑟瑟发抖。一般流浪猫看到人，早就吓得跑远了。但这只小橘猫看到林守仁，竟然不怕生。它拖着冷得发僵的小身子，主动走向前，在林守仁的脚边轻柔地蹭着。林守仁蹲下身，摸了摸猫咪的脑袋。那只小猫抬起头，用一双琥珀色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那眼神一点都不像动物，那里面仿佛藏着千言万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委屈和亲切。林守仁心头一软，叹了口气，就把这只小猫抱回了家。回到家，他拿温水给猫洗澡，用干净的毛巾一点一点擦干。奇怪的是，这只猫异常乖巧，不抓也不咬，就只是静静地望着林守仁，眼里甚至闪烁着感激的光芒。林守仁笑着说：“以后你就叫小福吧，希望你能给我带来福气。”小福仿佛听懂了，轻轻喵了一声，就在林守仁怀里安心地睡着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林守仁越来越觉得小福真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猫。每当林守仁准备出门，小福总会准时叼着他的钥匙在门口等他。每当他心情低落，遇到烦心事的时候，小福就会安静地趴在他身边，用头不断地轻蹭他的手臂，像是在安慰他。最神奇的是，有一次林守仁在古玩市场里花了大价钱淘到一件历史悠久的瓷器，心里非常高兴。结果一回到家，小福一反常态，他对着那件瓷器表现得非常焦躁，不断地围着瓷器转圈，喉咙里还发出低沉的呜咽声，甚至试图用爪子去扒拉林守仁的裤管。林守仁觉得很纳闷，心想这猫平时稳重，怎么今天这么反常？隔天他特地请了文物专家来鉴定，结果让他大吃一惊。那件瓷器果然是件极高明的高仿赝品。小福啊，小福，你昨天是不是在提醒我啊？林守仁摸着猫的头，忍不住感慨。小福只是蹭了蹭他的手掌，眼神里似乎还透着几分得意。经历了这些事，林守仁渐渐相信，小福绝对不是一般的猫。但真正让他感到不安，甚至有些恐惧的，是那些夜里的梦境。自从收养小福之后，林守仁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做梦，在梦里总是会出现一个模糊的身影，
那个身影有时候看起来像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家，有时候又像个年轻的女子，但每一次这个身影都站得很远很远，看不清面貌，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朝着林守仁挥手，嘴里不断呼唤着什么。每当梦里的林守仁想要走近一点，听清楚一点的时候，他就会突然惊醒，而每一次醒来，他都会发现小福就趴在他的枕头边，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静静地凝视着他，眼神里透着一种深深的哀伤。小福，是你在我的梦里叫我吗？林守仁轻抚着猫咪，声音有些发颤。小福没有躲开，只是轻轻喵了一声，又把头埋进了林守仁的臂弯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个多月，林守仁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他翻阅了各种佛教典籍，看到了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写着，乃至梦寐见诸鬼神，乃及诸行，此皆是一身、10身、100身、1000身，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经文的意思是，梦里见到的那些身影很可能都是我们过去生生世世的亲人眷属。看到这里，林守仁坐不住了，难道小福真的是我前世认识的人？那一年的中秋节，月圆之夜，林守仁抱着小福踏上了前往天台山国清寺的路。他要去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慧空禅师，他要知道这只猫到底跟他有着什么样的宿世纠葛。那一年的中秋夜，月光如水，洒满了天台山国清寺的石阶。林守仁抱着小福走进了静谧的禅堂。晚课刚结束，禅堂内香烟缭绕，方丈慧空禅师正在蒲团上静坐。看到林守仁抱着一只橘猫深夜来访，禅师缓缓睁开了眼睛，起身相迎。阿弥陀佛，施主深夜来访，可是心中有解不开的结？林守仁赶紧合十行礼，将自己如何遇到小福的种种灵异表现，以及自己夜夜梦见模糊身影的困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禅师。慧空禅师静静地听着，目光落在了林守仁怀里的那只橘猫身上。小福也毫不畏惧，用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平静地与老禅师对视。看了许久，慧空禅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没有立刻回答林守仁的问题，而是转过身，指了指禅堂屋檐下一只正在闭目养神的白猫，缓缓地说道：施主，你可知这世间为何有那么多人对猫狗爱得无法自拔？在佛门里有一个词叫做情执，情执若深，便会跨越生死，成为轮回中最难斩断的枷锁。禅师接着说起了一段佛教里著名的公案故事。在古时候，有一位母亲独自把儿子拉拔长大，她对这个儿子的爱已经到了护精之爱的地步，就像保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容不得儿子受半点委屈。后来这位母亲病重临终，心里最放不下的依然是这个儿子。我走了，谁来给他做饭？谁来照顾他？带着这份强烈到极点的牵挂，母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几个月后，儿子家里跑来了一只流浪的母狗，这只狗对谁都凶，唯独对这个儿子百依百顺，天天守在儿子的房门口。谁要是敢大声跟儿子说话，这只狗就会冲上去拼命。儿子也很喜欢这只狗，每天把最好的食物分给他。直到有一天，一位得道高僧路过，点破了真相。他对儿子说：你以为你养的是狗吗？那是你那放不下你的老母亲啊，她因为对你的爱太过执着，终阴身不肯离去，宁愿堕入畜生道，披上狗的皮毛，也要回来替你看家护院。听完这个公案，林守仁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手不自觉地把小福抱得更紧了。荧幕前的你听到这个故事，心里是什么感觉？让我们把视线拉回现代，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有多少人
过着和这个公案里一模一样的生活。我们经常在新闻上看到，或者在身边听到这样的故事。有的人因为家里的毛孩子生了重病，不惜花光积蓄，甚至去借高利贷砸下几十万的医疗费，只为了让宠物多活几个月。有的人因为心爱的猫狗过世，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几年都走不出来，甚至断绝了所有的人际交往，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们常说，毛孩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没有他，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这份爱真的很感人，很伟大，但也真的太沉重了。从世俗的角度看，这是人性的光辉，是深情。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佛法的维度，站在灵魂解脱的高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业力纠缠。因为当你把所有的情感寄托在一个生命身上，当你为了他的离去而痛不欲生，死死抓住不放的时候，你释放出来的是一种极端强烈的执念。这种执念就像一条无形的铁链，不仅把你自己的心给锁死了，更可怕的是，这条铁链也紧紧绑住了那个你深爱着的灵魂。他可能原本已经业障消除，可以去投胎转世，甚至往生善道了，却因为你天天对着他的照片哭泣，天天在心里呼唤他，你不要走，你回来找妈妈好不好？这股强大的念力硬生生地把他的神识给拽了回来。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他为了回应你的爱，为了偿还你这份舍不得的深情，来世只能再次披上毛皮，投生为畜生，继续回到你身边来做猫做狗。你们以为这是重逢的浪漫，但在因果的法则里，这是永无止境的轮回之苦。这就是佛经里说的欠债还债，天经地义，但若债上加债，则永无了期。真正的慈悲从来不是死死抓住不放，而是充满智慧的成全与放下。禅堂里夜风微凉，林守仁的心跳得飞快，他看着怀里一直低声呜咽的小福，声音颤抖地问：师父，您的意思是我家小福他也是为了某种执着才来到我身边的吗？慧空禅师转过头，目光深邃地看着林守仁，点了点头：是的，施主，他不仅仅是为了执着而来，他更是为了你而来。施主，你可还记得在你年幼的时候，是否有一位极其疼爱你的长辈？慧空禅师的声音很轻，却像一记重锤敲在林守仁的心上。林守仁心头一震，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张慈祥的面孔。是我阿嬷，他在我8岁那年过世了，他生前最疼我，常跟街坊邻居说，我就是他的命根子，他的心头肉。那你阿嬷临终的时候可有什么遗憾？禅师继续追问。林守仁红了眼眶，回忆起那个令他揪心的下午，他临走前一直死死拉着我的手不肯放，嘴里喃喃念叨着什么，但他那时太虚弱了，声音太小，我听不清楚。当时我还小，只觉得害怕，拼命想把手抽回来。慧空禅师点了点头，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观无量寿经中说，修行人临命终时，心不颠倒，方能解脱。而你阿嬷临终时，心里那一念放不下的，全都是对你的牵挂啊。禅师的话语在空荡的禅堂里回荡，因为对你的牵挂太深，你阿嬷死后神识不散，他在中阴身流转时，放弃了去善道投胎的机会，选择投生为猫，专程来到你身边，只为了能继续看着你，陪着你。施主，你怀里的这只猫就是你日思夜想的阿嬷啊。这话一出，林守仁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了原地。就在这时，他怀里的小福忽然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凄楚的呜咽。小福伸出毛茸茸的爪子，轻轻地不断地拍打着林守仁的手臂，就像小时候阿嬷哄他睡觉时
拍着他的背一样。林守仁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只小猫看他的眼神总是有着千言万语，为什么他能敏锐地察觉他的喜怒哀乐，为什么小福对那件假古董会那么焦躁。因为阿茂生前最怕的就是他吃亏上当啊。师父，林守仁哽咽着问，那为什么我会一直梦见有人在呼唤我，却又看不清脸？那是你恶魔的神识在试图与你沟通啊。禅师解释道，但因为他现在被困在畜生的躯壳里，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跟你说话，只能在梦中以他生前不同年龄的微弱形象出现。这就是大智度论里说的慈母爱子如护眼睛，这份爱太深了，深到即使转世为畜生也要来护着你。听到这里，荧幕前的你是不是也觉得无比感动，觉得这份跨越生死的亲情简直伟大到了极点？但接下来慧空禅师的话却给了林守仁，也给了世人一记狠狠的雷霆棒喝。林守仁擦干眼泪，满眼柔情地看着小福说，师父，既然小福是我阿嬷，那我以后一定把他当祖宗一样供着，给他吃最好的，穿最好的，绝对不让他受一点委屈。糊涂！慧空禅师猛地一喝，震得桌上的烛火都跳动了一下。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华严经记载，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阿嬷因为情执投身为猫，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重的业障，它违背了宇宙运行的自然法则，执意要留在人间，这已经阻碍了他灵魂的解脱。禅师看着林守仁，目光中充满了悲悯与严厉。更可怕的是，他投身为猫来陪伴你，是在用他自己仅存的福报来偿还前世对你的养育之恩。结果呢？你现在又对他百般溺爱，过度呵护，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林守仁呆住了，茫然地摇摇头。这意味着你正在结下一张新的业力之网，这叫债上加债。禅师语气沉重地说，按照因果法则，你现在对他付出的每一分过度的溺爱，都会成为来世你必须偿还的债。你阿嬷今生为你做猫，你若不放下这份情执，来生就换你投胎成畜生，去他身边做牛做马来还债，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世世都在这畜生道里纠缠，永无出期。这番话犹如五雷轰顶，让林守仁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他以为的深情竟然是绑住阿嬷解脱的锁链，他以为的报恩竟然是将自己推向深渊的毒药。原来爱得太深，抓得太紧，并不是真正的慈悲。在佛法的智慧里，盲目的执着只会让彼此都在轮回的苦海里越陷越深。师父，林守仁惊恐万分，抱着小福的手都在发抖。那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做才能救我阿嬷？怎么做才能解开这个死结？慧空禅师看着惊慌失措的林守仁，缓缓走向佛龛，双手捧下了一本《地藏菩萨本愿经》。施主莫慌，佛法不外乎人情，真正的慈悲不是无情，而是觉悟。禅师温柔地说，要解开这个死结，你必须学会为他做真正有益的事，也就是说，你要帮助他解脱，而不是继续把他当成一只普通的猫来溺爱。荧幕前的你，如果你家里也有深爱的毛小孩，或者你一直走不出失去宠物的伤痛，接下来慧空禅师传授的心法，请你一定要记在心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陀从来没有叫我们抛弃身边的生命。修行不是要你狠心把宠物送走，而是在每天日常的点点滴滴中去转化你们之间的这份业力。这里我为大家整理了4个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修行清单。步骤非常简单，但如果你能坚持做，功德无量。第一，
一茶匙的功德回向，很多主人在喂毛孩吃饭的时候，都会摸摸他们的头说：多吃点哦，吃得胖胖的才可爱。从今天起，请换一个说法，当你在为他倒饲料、开罐头的时候，请你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愿你吃饱喝足，早日消除业障，脱离畜生道，来世投身善道，听闻佛法。这就是最简单的功德回向。你喂养他是结善缘，你祝福他解脱就是大智慧。每天吃饭时的一念祝福，就能把沉重的情债慢慢转化为清净的法缘。第二，睡前3分钟的关心断肢。每天晚上睡觉前，看着躺在你身边打呼的毛孩，请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安静地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这么爱他，是因为他需要我，还是因为我害怕孤独，是我离不开他？这是一个很残酷但很真实的自我觉察。很多时候不是宠物离不开我们，而是我们把自己的焦虑、孤单全部投射在他们身上了。看清这一点，你的执着就会松动。你依然爱他，但你的爱里不再充满那种让人窒息的控制欲和依赖感。第三，替代性放生法。我们对自己的宠物往往愿意花成千上万的钱，却对外面的流浪动物视而不见。这在佛法里叫做偏执的爱。要化解这份执着，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爱放大。下次当你准备为家里的毛孩买昂贵的零食、买华丽的衣服时，不妨把这笔钱省下一半，用这半笔钱去捐给流浪动物之家，或者是买点便宜的饲料，去喂食街头那些无家可归的生命，并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在心里默默回向给家里的宠物。这不仅是在为它积累福报，更是在打破你心中那种只爱我这一个的自私念头。爱若能普施万物，便不再是轮回的枷锁。第四，告别的预演。宠物的寿命通常只有10几年，离别是迟早的事。很多主人在宠物临终时会崩溃大哭，抱着遗体喊着你不要走。这在佛教里是大忌，因为你哭得越惨，他的神识就越痛苦，越舍不得离开，最后又会因为这份牵挂再次堕入轮回。所以从现在开始，要在心里做告别的预演。在他健康的时候，你可以常常在他耳边放佛号，或是轻声念阿弥陀佛给他听，告诉他，如果有一天你要走了，不要害怕，也不要牵挂我，跟着佛菩萨的光走，去更好的地方。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时，用平静的佛号声代替哭声，用深深的祝福代替不舍的眼泪。这才是身为主人你能给他的最伟大、最圆满的爱。听完这4个步骤，领守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原本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了下来。他看着怀里的小福，眼神变了，那不再是溺爱与不舍，而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包容与平静。接下来的2年，领守人和小福的命运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奇迹呢？从天台山国清寺回来后，领守人变了，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总是把小福紧紧抱在怀里不放，也不再过度溺爱，他依然用心照顾小福的生活起居，但每一天他都会为小福诵念地藏经，在喂食的时候默默在心里为他回向。小福仿佛也明白了什么，他虽然还是喜欢依偎在领守人脚边，但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曾经那种深深的哀伤与执着渐渐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安详。就这样平静地过了2年，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夜晚，小福在领守人的怀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临终前，小福深深地看了领守人一眼，那眼神里满含着感激，但也有一种彻底放下的轻松与喜悦。这一次，领守人没有崩溃大哭，也没有崩溃地喊着不要走，
他只是眼含着温柔的泪光，轻轻抚摸着小福渐渐冰冷的身躯，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佛号：阿莫，缘分尽了，债也还清了，愿您往生善道，跟着佛菩萨的光走，再也不要为我牵挂了。就在那个夜晚，林守仁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阿莫。这一次，阿莫的身影不再模糊，他恢复了年轻时清秀的模样，穿着一身洁白的衣服，面带微笑，浑身散发着柔和的光芒。阿莫没有像以前那样向他挥手呼唤，而是轻轻地对他说：孩子，阿莫要走了，你要好好的，不要再为我执着了。梦里的阿莫再也没有了那种舍不得的眷恋，只剩下彻底的解脱与平静。醒来后，林守仁看着窗外洒进来的晨光，他知道这段横跨了生死的因果纠缠终于圆满结清了，而他自己也因为这段不可思议的经历彻底明白了生命的真相，从此踏上了修心学佛的道路。荧幕前的朋友，故事说到这里，你的心里是不是也释怀了些什么？华严经里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所有的陪伴都暗藏着宿世的因果。无论你身边陪伴你的是一只猫、一只狗，还是那个你深深爱着却已经离开的人，请你记住，爱从来不是要把对方死死地拴在自己身边。真正的慈悲不是执着的爱，而是智慧的放下。当缘分在的时候，我们好好珍惜，善待每一个来到我们身边的生命，不留遗憾。当缘分尽了的时候，我们双手合十，笑着目送他们离开，给予最深的祝福，放过他们，让他们去往更光明的地方，同时也放过你自己，解开你心里的枷锁。在影片的最后，我想邀请荧幕前的你，一起来做一件充满功德与温暖的事。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深深思念的亲人，或者是一只已经去当小天使的毛孩子，请你在这支影片的留言区留下对他们的善言与祈福。你可以写下他们的名字，告诉他们我很好，请你放心去更好的地方。或者你也可以简单的打上一句：愿一切众生皆得解脱，离苦得乐。当我们几万人、几十万人都在留言区留下这份清净的祝福时，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这股力量不仅能回向给我们牵挂的众生，也会化为满满的福报，回到你的生命里。感谢你的陪伴，愿你在这纷扰的世间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解药。我们下期影片再见，阿弥陀佛。